我是真的想和他结婚，但是我总觉得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自己人。我觉得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了。我们都这把岁数了，如果要重新走进一段婚姻，肯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规划好。他总是对我忽冷忽热、忽近忽远的。我今天来了，就想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尤先生，43岁，来自陕西，活动策划；哲女士，48岁，来自陕西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您是想娶人家是吧？是，但是人家不同意是吧？哦，那今天来这儿干嘛呢？是求婚啊？是逼婚呢？还是问明白为什么不嫁呀？我想和他结婚领证儿，可是他不愿意。为啥不愿意啊？我觉得结婚吧不是儿戏啊，你说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、柴米油盐的啊，经过这1年多的相处，我总觉得他不知道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儿。哦，就是您还不确定呢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很纠结。你纠结啥呀？你说你们日常是怎么相处的吗？我们是经过他的一次活动认识的。然后他这人也挺有正能量的，为人也挺随和的。是，所以你们开始交往，对吧？对，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就约我，然后慢慢的逐渐我们就认识，就接触了。你觉得人家对你是个什么态度啊？他老是不配合我，不理我。您指的不配合不理，您指的是什么呀？之前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我们俩恋爱了2年，现在不是要准备结婚吗？但是他始终不愿意跟我回去，因为他觉得结婚吧就简单的领个证就行了。我的话呢，我就觉得哪个女人不想有个正式的婚礼吧？但是他就这点要求都不答应。就是结婚他不打算办婚礼，是这意思吗？然后他还老说我好像是对他有所保留就是不跟他结婚，可能是我有什么其他的心思。我觉得我没对你保留啊。你怎么没有保留？咱约会的时候，我每次把你送到你家楼下，你从来没有让我上去。每次约会完了以后已经很晚了，我也有孩子，也不方便让你上去啊。那你连让话都没有。就是您的意思得客套一下是吧？还有一次，说好的和我一起去接他爸爸，结果他自己一个人就买火车票走了。那你知道，直接是答应说让他跟我回家的然后呢？那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，咱一起回去。你上班呀，当时老人又生病了。我上班我也可以请假。你又帮不了我啥，又要请假，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我就尽量自己解决了。因为这么多年的话了，我是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经常会去看我爸，所以他呢就觉得好像我有啥隐瞒他了，老是对他是有所保留。那么这次没去成，后来有没有再约去看？还有好多次去年中秋节嘛本是说好的，他要带我去他家过中秋节呢结果到节日那天，他就变化了，没让我去。这又为啥？然后我一个人，人家团圆我一个人过的，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是答应他，之前答应他说8月15咱在一块儿吃饭，然后带他见我家人的。但是我又一考虑，我孩子也大了，懂事了我们也没有领证儿。我把他带我家，我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解释这个事儿，因为这么多年，毕竟我们娘俩就是平平静静过得挺好的，我也提前没给我娃透露这个事儿，知道吧？我觉得机会不成熟，我现在还不想让。那你为什么提前答应人家说8月15要带人回去呢？他老是反反复复的对我有所保留。去年他和我第一次回家去我家，他去过您家对我父母见了也非常开心他也很轻快。过年嘛，他又是杀鸡的，帮忙啥，我父母也喜欢。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。结果第2天一早上起来，他就说要走，我心里很难受。这是为啥？我能理解他难受，因为到年根了嘛，我们因为都是单身去年的话呢，他是强烈要求让我去，因为刚开始嘛，我就心想，那去认认门也行，那就是作为朋友嘛。因为咱关系也没有确定嘛然后我就说了解一下他家的情况
结果去了也的确很开心的。吃饭的时候我也开心，但是看着他们家里边，他们家气氛好嘛，因为父母都在。我是因为妈妈早都去世了，因为我有一个爸爸，我就那一刻就想到我父亲挺可怜的。第二天起来，那你也可以跟我说一声啊，在我家完了以后，咱俩可以一起回去啊。我就心想说是过年了，你在家陪你父母，我回去陪我爸爸这样挺好的，也陪你家人，也饭也吃了。然后他就是说我就是忽冷忽热，一下把他那您当时回去的时候跟跟他说过吗？解释过吗？第二天走的时候，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，行。然后他就很生气吧。他就是不止这一次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开发布会，活动有点延迟，他就给我打电话。第一次打电话还说没事儿，理解你。没过多一会儿，他又给我打电话，还说我，意思我就有情况。我是关心你知道吧？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他，他说也迟，我说那别急，那你就再等着再做吧。最后我有点其他的事儿，我给你打电话了，然后他就不接电话。我不接电话，我不是忙吗？那然后但是最后参加人家活动了，人家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听到里面的女人笑声，我觉得你并不忙呀，我就觉得他这里面可能是有问题。发布会那肯定是有男有女了，然后我就生气了，我把我自己事儿也没跟他说，然后我就说那行，那你忙吧，反正现在外面也雨挺大的，一会儿完了你知道吧？活动一结束以后，你把我电话挂了，然后我就赶快就打车去你家楼下，给你打电话。你关机，但是那会儿我已经生气了，你不回，我跟你已经说了，我说当时天又下那么大雨，我在雨中等了他好久，真的好希望他能把窗户开开，看一下我，或者让我上去。最后我伤心的走了，好有画面感啊！雨夜一个男人伤心的走了，行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我这个人吧，不是喜欢上微信看个视频。有一天不是下班回来，我看见他在厨房做饭，我还说我这没事了，可以休息一下，坐在沙发上。不一会儿他出来还问我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说随便。结果一会儿人出来以后甩门就走了。我到厨房一看，米饭蒸好了，菜没给我炒。不是，你看你回来他就每次回来就是把沙发上一瘫，就开始刷手机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上微信那是我工作需要，有时候经常有人随时联系，你知道吧？要跟人家回复。是。然后我问你吃啥菜，然后他是随便，就回来带理不理的。听懂了，但我现在挺理解的，这么多矛盾，所以人家不愿意嫁给你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一个，他这个人还有点不懂得拒绝。我们俩平时都上班忙，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天时间。我说咱俩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吧好久没沟通了，老是在家里老是吵。再一个平时自己忙自己，他上班也比较忙，然后好不容易到地方了，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了，然后他跟我说他朋友那边有点事，他需要处理。我说你再就迟不处理找不处理，刚好今天有这个时间段你就处理，然后把我撇了一边，不是电话就是微信就不理我。那不是朋友吗？人家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儿。你反正就是朋友，别人的事永远比我重要。比我们的事重要，那还有这就不说了。然后6月份吧那个小赵过生日，就是我们一块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挺好的。中途我们因为这个女的还吵过架，我跟他就说过，我说你跟这个小赵保持距离，然后他给我答应挺好的。那天过生日他就瞒着我去了。那我不是怕你知道有多心吗？你经常多心。小赵是我们的老乡，他就每次就老乡，因为他经常参加活动，知道吗？带他一起去不就所有的老乡都去了，那你说你带着他一起去不就得了吗？我怕他去了他又多想，其实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那你这样子瞒着偷偷的去了，我不多想吗？行。等于对朋友比对你好就是这样子的，还偷偷的瞒着你，这是他的不懂得拒绝，是吧？这就罢了，而且是8月份他生日，我把给他送的礼物我早都准备好了，我就是想给他送这个东西，是我意思是我已经答应想跟他好好过了结果呢，刚吃了几口饭，来了个电话，我听到是个女人声音，歪了一下，他就拿出去接起了，而且出去打了很长时间。进来以后我就问他说谁呀疼痛痛的跟我说个清楚。我就想他今天过生日，我也不想跟他吵，就这样就算了，然后就吃饭，然后吃2个特征，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，然后我就生气了，我说你今天你还出去干嘛了？
那不是我多年的一个同事嘛，让我搬家，我去搬家了。他没家人吗？不是什么时候搬家呀？吃晚饭晚上搬家呀？不是，我一个朋友，是多年的一个同事。对呀。他离异，一个人带个小孩儿，知道吧？因为那个电话也打得急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二话没说就帮忙了。男同事女同事啊？男的嘛，也是个离异，就是唯一一个人带个小孩，说好多年是女的，你看他现在还是女的。女的刚离异。那到底是刚离异还是离异很久啊？这没一句话，你说，哎呦，真行。他就让我不踏实，他人是很好，但是他对我好啊，他对别人也好，让我就感觉到不踏实，要把这分清了，是吧？行，听明白了，就是你想娶人家，对，但是其实人家的态度表明现在还没准备要嫁给你呢，对吧？对于未来的生活你有规划吗？他根本就没有规划，他觉得结婚吧，就简简单单的挣一两就行了。那您的想法呢？我怎么没有规划？那你咋规划的？那咱结婚住哪啊？这现在不是住的好好的吗？那是亲戚家的房子呀。我想结婚，我想住我自己的房子。我不是申请公租房了吗？你那房子谁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下来呀？那咱下来再说这个事儿。你就着急，公租房它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我也想让早点下来。就这岁数结婚也为房子闹哈？我以为不存在这问题了。因为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吧，他把房子，他这人比较善良，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让给他前妻了。他说他自己可以的啊，咱两个慢慢奋斗。我也说那行。其实我真的很委屈，我觉得我这个年龄了，我一个人带娃这么多年，我说心里话，我想找一个啊，就说是条件差一点啊，我可以跟他吃苦可以，但是最起码你得对我全心全意啊，让我能把我这半辈子再托付给你。那您觉得他对您全心全意吗？我觉得他对我不全心全意。那为什么不走呢？但是我又舍不得，因为毕竟是。不是您舍不得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确也挺老实的，不是您给我描述的好像不怎么老实吗？按您的描述方式的话，不老实啊。他做事各方面都老实，就是他有些就是在男女之间这事情上啊，他就是有时候。我是做策划的，接触的人比较多嘛，他就多想。但是我主次能分清啊，在重要的你还有主次呢，对谁好对谁不好，他老是多想啊。重要的是，我结束这1年多了啊，我也现在这个年龄了，我害怕错过他以后，我再找不到了，我不可能就这样子再。就又怕错过，又不稳定，对吧？你干嘛那么着急结婚啊？因为我们年龄都不小了，对吧？再一个，我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啊，我就想父母年龄也大了。那您离异多少年啊？2年了。那刚离异就认识他了呗？有孩子吗？有。跟谁了？跟他妈前妻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您大概有多久啊？带着孩子自己？我孩子现在上大学。那就其实也单身了很久是吧？对。所以您就我娘俩。对，您就期望找一个其实有依靠的男人，对吧？那我们大概就梳理清楚了，一个刚刚离婚不久的男人，碰到了一个大自己的女老乡，这2个人就好在了一起。经过了1年多的交往，男生现在想娶人家。女生经过1年多交往，觉得好像你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想娶我呢，我还没有下定要嫁的决心，所以2个人都是来问策来了。男生问的策是说，我怎么才能娶到她？女生问的策的是说，我又觉得不合适，我又害怕错过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们给分析分析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很简单，也很复杂的一个矛盾。
因为他要维护在孩子心中妈妈的形象，然后也要维护在爸爸心里女儿的形象，所以其实他挺难。这个矛盾点确实不好解决，但是您既然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，您应该更加坚定你自己内心到底要什么。你觉得那个浪漫能当饭吃，还是真的踏踏实实就过日子，找一个真的踏实对我的男人能当饭吃，您就选哪个？因为这俩一定是对立的。如果您要是浪漫的那个幻想的话，那您嫁的这个男人一定不踏实。如果您要是要一个踏实男人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您对婚姻的那种幻想是一定没有的，因为他就是过日子的。所以对于他就是两不靠。要浪漫吧，我还没那个浪漫，我也不想给你浪漫，我觉得踏实过日子就行。但你说他踏实吗？他还不那么踏实，所以这是你犹豫的点。所以我劝您的结论就是，既然已经这样，那就坚持原则到底。好吧，我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表面上虽然看到是男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想马上结婚，女方呢反而是犹豫不决，无限期的在推这个婚期，但实际上你知道吗？女方比你更想早结婚，更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家。从房子来说，她希望有一个自己安全感的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这你要理解。她母亲也应该过早的去世了，她只有父亲，包括她自己带一个孩子，她是没有家的这种温暖的感觉的。尤其是她在和你们家在一起过的时候，她非常强烈感觉到你们家庭的幸福，因此她就会产生了对比，这才促使她第二天匆匆离去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她对待婚姻的期望是远远大于你，因此她就会在马上可能要步入一个婚姻之前，会反复的思索去考虑，这你一定要理解。所以说欲速则不达，但是有可能你一旦触及到他的心里最重要的那个点，他会迅速的敞开他的心扉。但是这不是时间来掌握的，而是你的行动来说明。比如说，为什么在生日，你的生日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，一个异性的朋友一个电话你就要出去呢？这怎能不让他产生什么疑惑呢？包括他很注重你对他的感觉，倒是真心的吗？他辛辛苦苦在厨房里头要给你做上一顿丰富的晚餐，结果你说随便，他付出了这么多心思，你有没有接收到？你有没有看重他的这一点一滴的付出？有的话，就要去100倍的去付出，不要用时间来去强迫他，因为他真的太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了。所以说呢，用你实际的行动去证明，你就是他看到的未来的希望。别着急，好吗？女生能够理解你特别想有一个幸福家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呢，一定要坚定，不能忽冷忽热，老在变化自己给对方的这种暗示，否则他会觉得你捉摸不透，好不好？敞开心扉，再往进走一步，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你想要的。幸福没有那么难，虽然有过去的不幸的经历，但是如果幸福在门前敲门，你不开门的话，失去了太可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好了结婚的准备，或者是适合在某一阶段进入婚姻。先说女士啊，其实温暖的家和婚姻生活，不是说大年30过年一家人气氛很好，也不是说中秋节我们能够团圆。婚姻中的2个大家庭是你时刻要面对的，有可能是双方家庭的矛盾，有可能是双方家庭的团聚，这是婚姻中天天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你一想到说，哎呦，我爸爸一个人，你都不跟他商量就走了，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时间节点上，并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。有可能是你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已经习惯了我所思考就是我和我孩子的这个小家庭，还有我的爸爸，已经不习惯了说我要考虑到一个大家庭或者对方的上上下下，至少让我听起来你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。
所以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者遇到了不愉快的时候，你就习惯性的自己去承担。你说啊，我遇到这些事儿，我自己解决好了，我也不想告诉他，这都不是准备好两个人共同面对生活风雨的状态。我没有说你不适合结婚，只是在这个时间段，你至少对他没有敞开心扉，想要走入婚姻，所以他会感觉到的。人的亲疏远近，情侣之间会很敏感的感觉到的。他知道你的心没有完全打开，但是男士。其实你要说有多爱他，我不觉得。你只是在众多身边可能单身的适龄的女性当中，觉得他可能相对条件最合适，孩子也大了，也没什么太多负担，更适合两个人在一起简单的生活。所以你只是择优选择了这样一个女士，而不是因为爱而选择了她。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利于婚姻的，因为我们婚姻固然条件相当是重要点。但最重要的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所以如果不够爱，你也别今天这个同事啦、女同事啦，明天又一个单身的女性朋友啦，别搞这些。冷静下来想想，真正的爱在哪里？就把你全身心都投入给这份爱，投入给这个女人。所以眼下的阶段，依我看来，你们俩都不具备结婚的条件，可以放慢脚步。尝试着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你心中最爱，尝试着看看这个男人，你能不能打开心扉，好好的去相处。希望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之所以想分手，是因为他不是你心目当中好丈夫的形象。之所以不甘心，是时至中年遇上了一个好男人。找一个男人去成一个家。
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是怎么样的，你最了解。你给我说，你最需要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婚礼。等回去以后，我会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你办一场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真的想让你和我结婚。你别逼我好吧？刚开始我是觉得你挺好的，但是经过这1年多的磨合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，我们都考虑一下吧。来，打开你们的记忆箱看看，彼此放的是什么记忆啊？哦，拿上去了。我看女士放在那个记忆箱里的，好像是一枚戒指是吧？啊。那是什么呀？那个是她就是8月份过生日的时候啊，我送给她的。啊。我不是她想象中的，好像我是对她忽冷忽热。其实我也想跟她好好过日子的。就是我送她这个戒指的那会儿的心情，就像是我已经答应想跟她在一起的。结果她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一直也就没给她。这有点像一个订婚戒指啊。您放在记忆箱里的是什么呀？我是一对龙凤印章，因为我属龙，我希望它是我的那个凤。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刻在了凤章上面，希望我们心心相印，永远相爱。这是才刻好的，还是以前就给过了？这是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刻了。刚认识的时候您就刻了？你那会儿才离婚2个月还是几个月？你这，所以说你着急嘛？我就说你着急嘛，你是真着急呀，真是。哎。谢谢2位，带着你们各自给对方的记忆回到门后面好好考虑考虑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吧，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去